好，视频开头的话想说一个声明啊，就因为有两个朋友问我了啊，有没有这个淘宝店是不是你的啊？我说不是我的，所以说呢，我想做一个声明，以防有更多的人可能误会啊。第一点的话就是我没有开淘宝店啊，以及任何的电商店铺，其他平台也没有啊，国内的电商平台都没有我的店铺啊。即使有啊，我也不卖这种产品啊。其实我曾经是有过淘宝店，但不是卖啊，就是跟我频道的相关的这种业务类型啊，没有的，不是这种业务啊。所以说哪一天啊，即使我有淘宝了啊，那你也看清楚点啊，就是我是皇冠级别的啊，注意啊，我这个不是什么1颗星2颗星啊，绝对是皇冠级别的啊。我可以把淘宝店重新盘整一下啊，直接是皇冠级别的，所以说绝对大号啊。第二点的话啊，微信号的话，有些朋友是有我的微信号啊。其实很多朋友有些人很聪明啊，我都很好奇他怎么找到我的微信号的。其实你很容易辨别啊，基本上同 ID 的啊，能找到啊，但是仅限付费咨询与商务合作啊。第三点啊，支付宝账号啊，因为我这边想提一点啊，就以防万一有人啊冒充我，然后去收款干嘛的。我的支付宝账号啊，其实也是挺亮号的啊，就 u 什么什么啊，@u 什么什么啊，三位数的啊。其实如果说你这样说的话，你基本上秒记啊，但是我这边不放出来啊。手机号码啊，万一某一天有人冒充我手机号码啊，你这边看清楚，我手机号码是这样子的啊，有5个8啊，中间4个8，后面最后尾数1个8啊。所以说呢，记住啊，还有的话就是找我的话，其实有些地方不方便放联系方式啊，你可以通过平台私信的方式找到我，那也是 OK 的。这样的话就应该不会有弄错了啊。其实我的靓号的话，基本上啊，给别人信任感是很强的啊。尤其是手机号码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他不太至于为了冒充我去搞一个5个8的号码吧。好，我们进入主题啊，这次的话还是讲一下美签的相关事宜啊。上次的话我做了一个视频教程啊，就是这么个视频教程，55分钟版的，其实讲了非常详细啊。其实我还可以做得更详细一点啊，但是呢，因为考虑到完播率的方面的考虑啊，所以说呢没有做得特别详细。我觉得已经很详细了，电脑都卡死了，剪辑的时候啊。然后在这个视频教程的下方有评论区，我有提供一个陪跑服务啊，那么你在各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啊。那么有人加我了之后呢，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办过美国签证啊，那么你还可以尝试一下，因为有一些啊，你在别人那边办过，不是说不能办，只是说你连底稿都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帮你申请的，他上面帮你填写的工作岗位、工作职责内容。你还记得吗？你也没有底稿啊。还有一些人呢，在短时间内申请了2次美国签证都不通过，2次说的理由都不一样啊，那结果直接被签证官认为这个人是不合理的啊，不合理的理由啊。其实这东西啊，你得有逻辑啊。首先的话，其实美国签证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不是非常难，而且我认为是比加拿大签证还简单。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帮我搞一下澳大利亚签证、加拿大签证？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当时我办加拿大签证的时候，我是有美签的，因为有美签之后，他那个测试表格里面你选的 yes， 你就可以省去很多的财力证明。所以说，先攻破美签，你后面的签证，澳大利亚申根啊，那容易得很啊。当然的话，你也可以先申根啊，再去办美签，那也是可以的啊，不冲突啊。反正这个英国签证、加拿大签证，我办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测试表格，问你有没有去过的这些国家啊，然后如果选的 yes 的话，那就非常方便了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还是办美签比较方便一点。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就跟办信用卡差不多一个道理啊。以前好像办白金卡是不是非常难啊？所以说办信用卡其实也有一个套路啊，先办什么卡，再办什么卡，慢慢养号，慢慢养等级，慢慢养卡啊。其实这套路差不多啊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现在不符合资格，或者说没有出过国，其实你也可以提前规划起来啊，这个还是有必要的。好，今天讲一个白本尝试美签的问题啊。我发现好多人来找我，问我能不能白本直接尝试美签啊？要看人啊，怎么说呢？怎么看人呢？就好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啊，就是看这个同样50等级的人，50级别的人，但装备差别很大，你就打不过他啊。那什么样的白本啊是可以尝试美签的话，我先讲几个案例啊。第一个，如果说你只是企业主啊，特别是有很多家公司的人啊，这几家公司呢注册了，虽然说你没什么员工，但是你注册了好几家企业，那养着你不太可能嘛，这个是有成本的嘛。其实，在美国人看上去的话，你就是个企业主啊，就是个老板啊，那你的时间比较自由点啊，那你这个企业注册在这边，你肯定是有用的啊。这些人呢，
你说跑到美国去打黑工刷盘子不太可能啊，不太可能，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小，他还是会愿意给你美签啊。那第二点的话是国企事业单位比较好的工作啊，好的工作基本上怎么评判呢？就看这个人在这个工作单位上班上了几年，其实都能看出来啊。我发现有几个人啊，那个国企的这种好单位的人，他们都是7年、10年、15年以上的这种工作经验，就是在一家单位没有变过啊。而且在一家单位没有变过的话，其实对你的职业晋升也是非常好的。你自然而然他们人退休了，你自然而然就升职了嘛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种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考虑啊。这个白本尝试美签问题还是比较小啊，可以尝试啊。第三点啊，就是外企上班啊，因为外企的话，工资稍微来说普遍来说比较高一点啊。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吧，单身女性，国内欠发达地区一个省份，而且偏远省份的啊这个户籍吧，然后在上海工作，在上海的一家印度人的外企上班啊，做什么岗位呢？做 IT 类的，但是做 IT 类比较基础岗位啊。不是很高端岗位，但是收入水平的话，大概在2万左右啊，收入比较高。上海本身工资比较高一点，那这样的情况，如果说按照购买力计算的话，我觉得他这种人在美国去啊，去美国去应该也不会去说是刷盘子去啊。你在美国就算刷盘子有$3000，那还赶不上他在上海2万收入了，对不对？那毕竟物价摆在这边嘛，啊，上海吃东西便宜嘛。那么还有一类人啊，就是他确实是要去美国，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，他平时不出国。比如说什么样的理由呢？第一个啊，就是美国那边要开会啊，开会什么会议呢？这种会议的话，其实跟他自己本身公司是没关系的，但是跟他工作的行业是有关系的。比如说行业什么会议啊，邀请他去啊，那么他去，这个也是可以尝试的啊，通过有通过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去开会、去参加活动啊，这样的情况呢，其实你要证明你是这个人啊，他们为什么会让你去参加？其实一般来说，邀请你参加这种技术活动啊、学术会议啊，你本身你工作人设就是跟这些相关的，说白了，这些专业东西啊，一般来说你要是伪装的装不出来。那好比说呢，比如说 GitHub 啊，参加一个活动。那肯定是邀请这个 GitHub 上说有贡献的人，有写过这种开源代码的人啊，才会邀请你，对吧？你说你要想伪装成这些人啊，我觉得很难伪装，随便问几个问题你就穿帮了。那么再说说啊，什么样的人白本不要去尝试美签呢？啊，就是其实美签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去美国干什么？那很多人都会回答，旅行、购物啊之类的。但是你说你工作就这样工作啊，就算你是老板，其实也会被问啊，就是你旅行购物，那日本不能购物吗？日本也不能旅行吗？韩国也可以旅行啊，新加坡也可以旅行啊，这些地方说白了，其实还比美国安全点呢。那你为什么偏偏要去美国购物呢？其实这个问题这样说了，就偏偏你要去美国，为什么偏偏要去美国？如果说你说，你这个我周边的地方都玩过了啊，其他国家我都不想去啊，就想去能更好一点的地方啊，或者说英语的地方，那可以说试试看。但是你说你从来没有出过国人，你告诉他你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去旅行，不太可能啊。就好像曾经有人跟我说，连墨西哥人都不相信有人来墨西哥旅行啊，他说墨西哥人都不敢相信有人来墨西哥旅行。就是比如说，如果说一个白本，你说去墨西哥旅行的话，也很难说得过去啊！不要说美国签证了。好，现在说邀请函问题啊，邀请函问题，我最近呢遇到一个网友跟我说，让我帮他分辨一下这个真的假的。我说我很难分辨，但是呢，他那个题目是智商题，就是说他说他有什么旅游局的邀请函，然后呢拿着邀请函去办美国签证啊，通过了给3万，不通过你就给1万多啊，横竖他都赚钱，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邀请函是真的还假的。其实你辨别邀请函真假的其实很简单，你打个电话问看不就行了吗？有官网，其实很多旅游局都在国内是有网站有办事处的，比如说安大略旅游局啊，曾经我个朋友跟他们很熟，曾经他们还想在中国做一个网站啊，我们还聊过啊。其实你完全可以联系到他们办事处的人啊。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些旅游局他差钱吗？他会卖邀请函吗？他不会啊。曾经我确实有朋友，他有这个奥地利旅游局的邀请函。邀请函是什么东西呢？其实签证是要自备的，他只是说邀请你，不是邀请函，邀请你去奥地利旅行，然后你要给他做贡献。什么贡献呢？
因为他本身是大 V 啊，旅行大 V。其实你去旅行大 V，他邀请你过去，你帮他们拍视频，然后你发网上，对他们做个宣传，免费给你吃，免费给你住。曾经他就是因为他们团队里面好多人呢都是没有这个申根签证，我也没有，他还问我了，你有没有？你有的话就是免费去。我说我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就这样子。说实话，其实这种邀请函你也要看看你自己是谁。如果说你是旅行大 V，真的啊，你有几百万粉丝的话，不要说是邀请函了，就是真的是免费给你吃，免费给你住，还就是包机票啊，请你去，真的。那你反过来想想嘛，这些邀请函会到你手上吗？如果说啊，你邀请函，你先打个电话问问官方看是不是有这邀请函，而且邀请函正常来说的话，电子版的这种不太有效力啊，电子版是可以随便复制的啊。最好的是什么？就是从美国，他从某某旅游局那个地址、邮箱、邮件啊，就是快递啊，盖邮戳的快递啊，发到你家地址，写明名字啊，这个纸也是美国的，这邮票也是美国的啊，那说明还是比较真一点。其实领事馆基本上认可这种邀请函，而不是说随便发一个七七八八的电子邮件这邀请函，这种不太靠谱。那么顺便补充一点啊，曾经我其实有很多旅游局啊，在微信上有是公众号的。我曾经呢关注了一个旅游局公众号啊，那个是美国的一个旅游局公众号，它里面还有经常有抽奖活动啊，送什么礼品啊，刚好我抽中了，我朋友也抽中了啊，这个呢你可以自己看看啊，所以说呢你可以跟他们联系啊，但是呢邀请函他们不会发给你的，除非你是大 V 真大黑啊。如果说你是看我视频的旅行大 V 的话，你可以尝试一下啊，他们也许会邀请你去，而且还给你免费吃免费住，只是要求你帮他宣传拍视频。那么再说一个事情啊，错误百出的表哥啊，我真没想到有一些大公司的什么旅行顾问啊，而且是很知名的啊，不是说小的东西啊，我说名字的话你就知道了，但是我不说了啊，免得惹麻烦啊，就是别人给我的表格看的。你看这个吧，就旅行计划这块，他写个 no 啊，不是说不能写，但是你为什么偏偏写个 no 呢？你能写的地方为什么不写一个 yes 呢？或者说制定一个旅行计划呢？真正要旅行的人肯定是有旅行计划的啊，除非说你跟他说，哎，我暂时没有想旅行啊，我现在先拿个签证先用着啊，先拿着，我可能要去别的国家，那我暂时没有去美国旅行计划，那你这样还说得过去是不是啊？那你这个你到面签的时候跟他说我要去美国旅行，然后你又没有旅行计划，你这干嘛呢？对不对？明显不对嘛。还有他有很多错误地方。酒店嘛，订了那个机场边上的酒店，然后时间又长啊。那个机场酒店刚好我上5月份的时候，飞机航班被取消，我在美国刚好被免费住过啊，我还知道那个酒店。我发现好多那个表格都是选那个酒店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难道这个人出去玩，天天跑机场附近住吗？我觉得不太现实吧。就有可能啊，这个就是流水线作业，同一个酒店啊，同一个什么地方都不考虑合理性的东西的。还有一点啊，也是这份表格，我真的看了有点吐血。他这个出行国家有这么多，然后里面还有俄罗斯，然后我问他，你真的去过这么多国家吗？他说没有啊，他说尤其俄罗斯根本就没去过啊，他也没有去过这个法国、意大利，这个乱编的那是。你这个评估怎么可以给他们乱编？有去过这些国家呢？护照上不是可以体现的吗？要么如果说你老护照上，那你老护照也带过去啊，你这个一看就假的嘛，人家早就给你电脑上给你打字备注了，说这个人存在造假行为，存在这个有这种明显没有去过，而且他面签的时候啊，他都不知道这个旅行顾问给他写了去过很多国家，他面签的时候那个签证官问他去过哪些国家，根本就不是这些国家啊，签证官还特别问句你去过俄罗斯没有啊，他也说没有啊，那为什么你的表格上不对嘛？就不对你就没法给你弄了呀。好，他那个表格啊，错误太多了，我随便再挑一个比较经典的吧。比如说，让你简述一下自己的职责啊，你工作职责，他这边写了个，我真的是服了啊。茶叶的批发和零售吗？那你这个职责，你说实话要具体化啊，或者说你写明自己工作多少年限了，在这个行业，其实这东西啊，就要体现出来你这个职业有没有晋升，明白吗？如果说你职业没有晋升，你一直干这个活，其实没有。对他来说的话，就很有可能这个人，在自己本国混得不好啊。尤其是这个职业这块啊，有些时候我也是帮别人服务的时候，我有些时候也不太理解对方职业，我跟他都要聊很久，起码10分钟以上，我要知道你告诉我一下你做什么东西的，然后你们公司做什么东西的。其实有些东西他落了，知道吧？
就他们公司，说实话，他看上去是一个非常不牛逼的岗位，但是他们公司的客户很牛逼，他们客户什么 IBM 啊、苹果啊、微软啊，那老牛逼了，那你可以写上去啊，你干嘛不写上去啊？对吧？还有你平时用什么软件啊？平时用什么工具？这东西你是别人没法代替你的东西的，就是体现你自己专业化啊，工作职责就是工作职责嘛。我平时专门用这个软件，然后去做设计啊，对吧？你就体现出专业了，也没法造假。如果说造假的人，他其实连软件名称都报不出来，真的。那你说，如果说一个人冒充设计师呢，你告诉我这个软件，你平常用哪些软件，他可能都搞不懂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我自己对各行各业，说实话还是有点了解啊。但是真的，我接触下来，其实我还真的不太了解每一个人工作。其实每个人工作真的不一样，而且这个里面真的很大学问。